虽然不管是二战还是冷战，都已经离开了我们的生活非常久，但是那些发达地区、欧美各国间的势力互相倾折，从未有任何一刻停止。自从有了核弹以后，世界上的所有大国都冷静了下来，互相间不再爆发真正的战争，但是军事摩擦却又日益频繁，彼此展示肌肉，仿佛在进行威胁，然后对他国进行挑衅。北约国家就对这件事情特别的热衷，所以前段时间英国就将军舰开入了黑海，想要挑衅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并不是好相遇的国家，直接手起炸弹落，把英国人吓得落荒而逃，还嘴硬地说俄罗斯没打自己，结果被俄罗斯方面直接放出了视频。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欲盖弥彰的时候，美国也在一旁帮腔，最终就是两个难兄难弟一起被啪啪打脸。并且就在这件事发生以后，美国的拉伯恩号驱逐舰就驶离了黑海，这样的行为无疑是怂了。而结合起来看事情的发展来看，恐怕英国海军突然前去俄罗斯挑衅，也是美国在其后指使。美国的小心思打得很好，如果俄罗斯方面没有对这件事进行强硬回击的话，恐怕下一步就是军演的时候，数十个国家的联合舰队一起在俄罗斯家门口进行军演。但是看到俄罗斯直接投掷炸弹的景象以后，美国立马就怂了，灰溜溜的离开了黑海。显然这是欺软怕硬的行径，这与毛主席当初对他们的评价不谋而合。并且据有关分析人士表示，美国此举是想要挑动英国和俄罗斯间的对立，然后自己隔岸观火，或者伺机发动正义的战争。只是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在想要发动战争的国家也会冷静下来，即便是英国和俄国也会保持冷静和克制。这种鱼蹦相争、渔翁得利的战争红利，如今的美国已经吃不到了。但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却还没有转变过来，总是想着挑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对抗情绪，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名，行妨碍世界和平之实。而且从美国还有英国的反应来看，也能非常的明显看出，这些欧洲国家都是欺软怕硬的，一旦看到你来真的，就会立刻认怂。这就是他们的民族劣根性，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更加对外强硬的原因。正如同中国的那句古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遇到了那些帝国主义国家，就要用他们听得懂的强硬语言告诉他们道理，因为对于那些流着强盗血统的人而言，只有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他们才知道要坐下来好好说话。近日，英国军舰强行入侵克里米亚海域示威，遭俄罗斯海军开火驱逐事件逐渐升级。英国遭受奇耻大辱后，对普京放狠话。欧美和俄罗斯刀剑相向，局势又有什么新的变化？在6月23号，英国一艘护卫舰未经允许强行通过克里米亚海峡示威，但没料到俄罗斯态度如此强硬。这次俄罗斯并不只是驱逐警告，而是向英国军舰航道方向投射炸弹。不过，英国反驳称，英舰通过的是乌克兰水域，并非俄罗斯，并且为了顾及面子，硬说俄罗斯是在军演，否认被炸弹威胁。随后，俄罗斯放出视频，瞬间打脸。此外，俄罗斯还紧急召见了英国驻俄大使进行严正交涉，还在第二天再度警告英国，在俄境内克里米亚海岸附近进一步采取挑衅行动，不排除直接轰炸英国军舰的可能。俄罗斯方面还讽刺称，英国在黑海遭遇史诗级惨败。俄军上将科摩更是扎心一击称，英国不再是海上雄狮，而是老鼠。在遭到俄罗斯一系列羞辱后，英国也忍无可忍。在26号，英国参谋长卡特更是公开叫嚣，黑海局势或将失控，与俄罗斯猫和老鼠的游戏一旦有不测，俄英将会爆发全面战争。而局势确实在进一步失控。当天，俄罗斯在地中海举行了大规模演习，包括水面舰艇、潜艇，甚至还有搭载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战机。而演习30公里处就是在执行任务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双方已经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状态。而这次事件可不仅仅是俄英争端这么简单，背后还涉及整个北约，美德紧急进行表态。虽然英国和德国不对付，但德国总理候选人拉舍特表态，如果俄罗斯不遵守规则，德国将终止北溪2号项目。同时，欧盟也决定继续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此外，美国军方代表驳斥俄罗斯相关表态，并派遣罗斯号驱逐舰前往黑海。接着，北约将在该海域举行海上威风联合演习。很有可能，英国这次挑衅就是这次演习的前戏。之所以这么有恃无恐，也是因为有北约撑腰。但是英国用全面战争威胁俄罗斯，还是没有摆清自己的位置，还以为是100年前的日不落帝国。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说过，北约已经脑死亡，一旦冲突，北约能否团结得另说。更何况桥头堡都要有付出惨痛代价的觉悟。虽然两个拥核国家全面战争几率不大，但是西方肯定会借此机会打压俄罗斯，激烈交锋还在后面，且看普京如何接招吧。
近日，拜登又在白宫记者会上推广其价值1.2万亿美元基建计划，还总是碰瓷中国，声称要赶超中国基建。当他对基建计划夸夸其谈的时候，现实给了拜登一巴掌。在其演讲的前一天，美国迈阿密一栋12层公寓倒塌，到现在6天了，早就过了救援的黄金72小时，仍然还有数百人埋在废墟底下。而这次美国缓慢的救援速度遭到群嘲，考古式救援。尤其是在救援现场的一幕，底下埋着数百人生死未卜，而救援人员还站在一堆不紧不慢的扔砖头，而且现场新闻车比救援车还多，废墟上散步的救援队员比干活的多，有的还牵着搜救犬溜达供记者拍照。另一方面，数百名家属和民众聚集在大楼附近，一些人举着蜡烛，有祈祷的人，有敲锣的人，身后沙滩上还刻有巨大的希望一词。整个一表演型国格，自我感动，仪式感十足，但正事儿却没人干。此外，迄今还没有任何事故责任人被扣押调查的消息，联邦政府好像也无动于衷。对此，有美国人在社交媒体上愤怒表示：“为什么这样？我们政府和国家彻底腐烂了。”如果在中国，不仅肇事业主方、施工方、设计方第一时间都会被控制调查，相关官员也会被问责，救援人员就是用手挖，一块砖一块砖拿，一个12层楼的废墟最多2天清完。组织力、效率和执行力是美国完全比不上的。什么是国力？不是数字，而是能力。一场疫情考验整个国家组织力、应对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研发能力等综合实力。但医疗先进的美国死了60多万人，一场大雪就把这个国家的一个州的交通、通信、供电都搞崩了，芯片生产都受影响。一场加州大火更是多人死亡，燃烧面积高达52平方千里。然而，却没有一个官员问责或下台，什么基建项目都在扯皮争斗中泡汤。这是整个社会机体腐败，失去了效能。美国又拿什么和中国比？一个国家的崛起靠的是整个制度、社会、人民蓬勃向上的朝气。当一个国家逐渐走向没落的时候，到处都蔓延着腐朽、死气沉沉的气息。当军队、警察甚至民众对死难的同胞都如此冷漠麻木，那他还有什么战斗力？美国就这样漠视100多条人命，甚至连60万人因疫情死亡也无动于衷，却天天专心搞人群对立、政治正确，哪来的资格天天谈人权？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美国航天航空局局长尼尔森日前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明确表示支持沃尔夫条款。该条款的主要内容为绝不允许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的研究计划。不得不说，此番发言着实令人意外。需要知道的是，空间站都是有寿命的，一旦现在的空间站寿命到了，以美国现在的情况，可没法短时间再造出一个。可现在美国航天局局长还放狠话，想永久封杀中国航天，这背后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对尼尔森的这种碰瓷行为，有部分观点认为他的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美国航天局又差钱了。但是不以中国为借口的话，估计国会不会同意拨款。尼尔森现在反复强调会被中国超越，而阻止超越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多给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美航天局局长下太空封杀令，让国际空间站永久性排斥与华合作这件事儿，中国著名的国际关系专家宋忠平认为，需要感恩封杀，不然进步会慢很多。这不禁让人好奇，这话从何说起呢？怎么被封杀了，中国还得感谢？话分两头说。虽然美国出台的沃尔夫条款确实阻挡了中国航天学界与外界的交流，但这条法案也让中国在自主研发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正是因为沃尔夫条款的出台，这才导致中国早在1992年就开始规划建设空间站，并由此制定了载人航天3步走的发展战略。所谓3步走战略，第一步就是发射无人和载人飞船，神5的成功让这一步顺利走完。第二步则是不断突破载人航天基本技术，比如说在舱内进行一些实验什么的。当天宫2号受控离轨的重返大气层后，这就实现了中国航天发展的第2步。而第3步则是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顺利应用，标志着3步走的战略已经彻底让中国航天走上了正轨。如果非要说个究竟的话，那中国航天之所以能发展成这样，那也确实有美国航天局所下的封杀令的功劳在。而这也造成了中国与美国最大的不同，即中国现在抱有的是一个海纳百川的态度。中国空间站在彻底建成后，将吸收大量的国际科学研究项目，共同开展空间合作。
同多国的航天员到太空中去做实验。迄今为止，已有17个国家、23个实体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合作项目。当然，美国的项目并不在此列。